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刚。本期视频我跟大家分享一道家常菜——宝塔肉。首先，我们准备剥脱层的五花肉1块，肉的尺寸大概为18厘米的正方形。然后将肉放在漏勺或者铁架子上烧焦备用。没有喷枪的同学也可以在铁锅中烙黑。肉皮烧焦黑之后，用清水清洗干净备用。下一步开始准备煮肉的香料，碗中加入八角2颗，加入桂皮2小块，加入几勺红曲米粉。准备大葱1根切成小段备用。准备生姜1小块切成姜片备用。下一步开始煮肉，首先锅中加入大半锅的清水，然后将肉和辅料下锅开大火烧开。中途加入适量的黄酒去腥。大火烧开之后撇去浮沫，然后转小火煮15分钟。这一步只需要将五花肉煮至上色即可。15分钟之后将其捞出，在肉皮上涂抹上适量的盐。这一步的目的是防止猪肉下锅炸的时候爆油，家庭制作可以省略这一步。然后将肉下入6成油温的锅中煎炸1分钟左右。这一步的目的是增加猪皮的韧劲，不容易煮烂。猪肉炸好之后，放入平整的托盘中，压上重物，最后放入冰箱中冰冻6小时。同学们，只有经过冰冻的肉才能够切得更薄更长。下一步开始准备垫底的原料，准备适量的芽菜，清洗10遍备用。多清洗几遍可以更好的去除芽菜的咸度和泥沙。清洗干净之后切碎备用。准备大蒜几颗和生姜1小块剁碎备用。碗中加入适量的干辣椒段，不能吃辣的同学也可以不加。再加入适量的花椒。下一步开始调酱料，碗中加入适量的猪喉酱，加入适量的排骨酱，加入适量的海鲜酱，加入适量的甜面酱，再加入蓝乳1小块，加入适量的蚝油，最后加入适量的黄酒，搅拌均匀备用。下一步开始切肉，将冻好的猪肉对比模具切下多余的边角料。制作宝塔肉的模具为4方金字塔形，材质是由不锈钢焊接而成。没有的同学也可以直接在某宝搜索即可，售价一般为25至50元不等。同学们切下的边角料可以切成小粒，再和芽菜一起翻炒垫底，然后将五花肉皮朝下，直到切至底部不断。在转角的时候可以切一个小的弧形，防止断裂。切的时候必须看着肉皮，随时掌握厚度，边切边转，就像削苹果一样的原理。同学们切记不能切断，否则整道菜报废。长肉片切好之后，再均匀的抹上调好的酱料。涂抹均匀之后，再顺着原来的方向将五花肉裹回圆形。裹好的形状必须是一开始的正方形，否则裹歪或者形状不对都无法放入模具中。然后将猪皮朝下整齐的套入模具里面。下一步开始炒底料。锅烧热之后加入少许的底油，油温5成热之后下入切好的边角料爆香。边角料爆香之后加入切好的姜蒜和花椒、辣椒。料头爆香之后，加入切好的芽菜炒香，然后调味只需要加入剩余的酱汁，再加入适量的酱油和黄酒即可。翻炒均匀之后，再填充到模具里面。同学们填好之后，一定要用筷子稍微挤压，否则肉倒出来的时候会比较歪，这也是错误的示范。底料填好之后，再放入锅中蒸3个小时。
嫌慢的同学也可以放入高压锅中压25分钟。宝塔肉的特点是蒸得越软越好。3个小时之后取出宝塔肉，将多余的汁水倒回锅中，然后再加入适量的清水和淀粉，把汤汁收浓，最后淋在肉上面即可。一道非常美味的宝塔肉就制作完成。下面开始技术总结。第一，猪肉切片的时候，肉皮一定要对着自己，否则就像这样切得很厚。当然，这是一个错误的示范。第二，家庭制作的时候可以不用抹盐和下锅油炸，蒸的时候也可以用高压锅，更加的节省时间。第三，煮好的猪肉必须用重物压制后冰冻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未冰冻之后的出品效果，这也是错误的示范。第四，芽菜清洗的时候需要摘除其中的野草或者异物。第五，所有的调味酱中都含有咸味，所以在烹饪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咸度。宝塔肉的技术总结完毕。